那接下来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看的是跟失眠相关的共病。那最常见失眠的共病是精神科的疾患，大约有 40% 的失眠病患都有精神科的共病。那另外当然还包括了生理疾病、慢性疼痛，还有其他睡眠障碍，待会会一一概述。如同刚才所言，精神科的共病是最多的，大约有 40% 左右。在其中常常出现的包括了环境适应障碍，意思就是发生了一些生活事件，而出现了情绪困扰或者是失眠等症状。另外还有一些情绪性的疾患，包括了重度忧郁症、双极症、持续性忧郁症等等。在这些精神疾患当中，睡眠困扰十分的常见。例如忧郁症的病患大部分都是睡不好，当然有一些是少数是像非典型忧郁症的病患，他是会睡得变得比较长。而双极症的病患典型的症状则是睡眠需求的减少，那意思就是他睡眠的时间不长，但是白天的精神仍然十分的活跃。那主要是和他的基底状态相比，如果比平常短了2个小时以上，白天精神仍然很活跃，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睡眠需求的减少。那焦虑疾患当中包括了恐慌症、畏惧症，还有泛焦虑症。那 DSM-5 将强迫症及创伤后压力疾患从焦虑症当中移除，但是失眠的情况都是十分的常见。我们可以想象焦虑会导致觉醒机制的活化而导致失眠，那典型的形态是入睡困难。在这边可以简单帮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一般在讲述睡眠的时候，会有3大系统在调控，包含了所谓恒定系统、昼夜节律，还有觉醒系统。那恒定系统简而言之就是睡眠债的概念，我们从清醒开始就不断的累积睡眠债，那睡眠债的累积就会影响我们下一段睡眠的深度以及入睡的时间长短。昼夜节律讲的就是生理时钟。那物质使用疾患也是非常常见的共病，临床上失眠的病患容易使用物质来自行因应失眠，我们称之为 self-medication。 此外，长期的物质使用也容易导致失眠的发生，那其中最常见的物质使用是酒。另外，注意力不足、过动症、饮食疾患以及思觉失调症也都容易出现失眠的症状，不过背后的机转十分复杂。而生理的共病包括了许多的疾病，例如心血管系统的充血性心衰竭、生殖系统的停经症候群、肺部系统的气喘、慢性阻塞性肺病、肠胃道系统的胃食道逆流、神经系统的中风、癫痫、失智症、泌尿系统的摄护腺肥大、内分泌系统的糖尿病等等。那这些生理疾病中的失眠的机转相当的复杂，例如停经症候群主要是因为雌激素的改变而影响了睡眠，但确切的机制目前仍然不太清楚。那胃食道逆流则可能和平躺的时候胃酸逆流加重有关，当然其中也涉及了一些神经反射的机制等等。而失智症的病人一方面是中枢神经的退化影响了他睡眠跟觉醒的周期，一方面和生活形态的改变、体力支出或日照减少都有很大的关联性。而摄护腺肥大则是如同大家所知道的，因为夜尿而导致了夜眠中断。所以综合以上所讲的虽然都有一些失眠的症状，也都是失眠常见的共病，不过背后的原因都不尽相同，所以需要更全面性的一些评估。当然，我们刚讲的全面性的评估也包含了药物，因为在许多治疗生理疾病，甚至是精神科的药物，也都有可能导致失眠。例如某些抗生素、气管扩张剂，或是过动症的药物。
都有可能会导致失眠的发生，所以这也是在收集病史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资讯。慢性疼痛当然也会干扰睡眠，而且这是在临床上做睡眠评估时候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面向。那疼痛会导致觉醒系统的活化，常见的疼痛包括了头痛、关节炎，还有肌纤维痛症。最后是其他的睡眠疾患，多数的睡眠呼吸中止症患者是以白天嗜睡为主诉，但是少数的睡眠呼吸中止症也会出现失眠的抱怨，那可能是因为睡眠呼吸中止而导致了觉醒中断了睡眠所引起。那不宁腿症候群的病患主要是在睡前腿部容易出现酸、痒、麻甚至痛的一些感觉，而引起了入睡困难。那周期性肢动症则是在睡眠当中因为肢体的抽动而引发了觉醒。磨牙也是另外一个临床常见的睡眠疾患，那主要分成2种，一种是 grinding， 一种是 clenching， 那都容易中断睡眠而影响了睡眠的品质，那当然也容易导致珐琅质的耗损。最后则是昼夜节律疾患，例如一些轮班工作者或是时差等等。那临床上有一些病人会抱怨入睡困难，可是当我们详细去评估他的睡眠形态之后，会发现可能病患根本就是晚睡晚起症候群，因而他无法在设立的上床时间正常的入睡。我们看一下这个案例，这是一个还蛮典型的临床案例。那这是他记录的1个礼拜的睡眠日志，我们可以看见他在礼拜5跟礼拜6的晚上，他就会放任自己晚睡晚起。如此一来，到了礼拜天的晚上，他就会出现睡不着的状况，那也会影响隔天早上的精神。那看这个睡眠日志，我们可以看到他到礼拜2的晚上才整个调回来，睡眠才开始有进步。那像这样子的病患，其实在临床上非常常见，那来的时候也会以失眠为主诉，所以我们必须要评估一段时间的睡眠情况，甚至也会鼓励病人记录一段睡眠日志，再来做诊断。